试了一宿，毫无进展。大人，要不咱们找别人试试？我们把这个卷轴偷出来，已是冒了天大的风险，怎能透露给旁人？肯定有人既有办法，又不给揭发大人。属下就是随便说说，大人不必放在心上。不可。大人，属下按照您的吩咐去大理寺打听了案情进展。如何？长得一样，真巧。这片金叶子很可能是马连杀害陈子商的时候不慎掉落的。这就是你说的关键线索啊！一定是你弄错了。陈子商死亡是在亥时之后，可马连自戌时初起，整晚都在半月楼，他哪有时间去杀人呢？大人如何肯定陈子商是死于亥时之后的？验尸结果恐怕没那么准确吧？这你就有所不知了。2更天的时候，陈子商的邻居还看到了他，这不就说明陈子商肯定是在亥时后才死亡的吗？那马连自戌时起就一直在半月楼，这又怎么证明啊？很多人看到了他呀，整晚陪着他的结香姑娘，也能作证。马连科考前竟去半月楼听曲作乐。属下也觉着古怪，可更古怪的是，原本那晚吏部员外郎程柏要马连赴宴一叙，但马连竟临时省约了。这科考后进士的任命调遣均由吏部掌管，马连从前便时常想与本官疏通，这眼下大好的机会他不抓紧，竟去半月楼听曲。那依大人看，或去听曲只是掩人耳目，真正的目的是去交易尸体。准备一下，去一趟半月楼。这是马连和结香的口供，都对得上。还有小二，接待马连的小二，和几个跟马连喝酒的客人，都能为他作证。这么多人证，总不会有假吧？这些酒客们说，马连不但花钱请他们喝酒，还打赏了小二许多银两，是仗义豪爽、体恤下人之人。可是那天在公园外，我分明见他随意喝马家仆，态度十分蛮横。废物，赶紧把他叫来！是。您不觉得反差太大，十分可疑吗？你是一厢情愿、先入为主的认定马连是凶犯，就处处怀疑人家。陈子商之死，跟马连半点关系都没有。凶手本官都已经找到了，即日便能结案。是谁？一个惯偷，那夜潜入陈子商家中，本欲行窃，不料却被陈子商撞个正着。此人情急之下抄起手边的压缸石，砸进陈子商的后脑，而后担心罪行暴露，又设法掩盖。这部分倒是跟你猜测的一致。那凶手在何处？大人能不能让我审一审？遗憾了，凶手听说陈子商之死，连太后都惊动了，惶恐不已呀，以畏罪自缢。本官找到的也只不过是一纸供书啊，还有仵作的验尸报告，你自己看看吧。可陈子商的手稿明明和马连答卷一模一样，是二人联手舞弊的证据啊！哎呀，什么舞弊呀？马连都说了，考前他确实押了几道题，提前准备了几篇文章，可能这一篇呢，那是偶然被陈子商发现了，就抄去了。这不，镜湖先生的预言一出，他就卷铺盖想打道回府了。他心中有鬼呀，对得上，都对得上。他这么说，您就信了？张平啊，人有失手，马有失蹄，
查错一次也不稀奇。再说，你先前查凤凰头，我们大理寺上了下了都没捞着好。这回啊，那太后又盯着呢，本官实在是不敢让你插手了。慢走，慢走，慢走，我送了啊。吉祥姑娘，本官便开门见山了。科考前日，马莲是何时来的半月楼？期间有没有见过什么人？马公子大约是虚实出道的，除了奴家，便没有见过什么人了。哦，对了，刚来的时候，与几位酒客喝了2杯，然后便一直待在奴家的房中，不曾离开。那些酒客都有谁？姑娘可认得出？都是半月楼的常客，几位富家公子，楼里的姐妹都认识。那他们其中有没有人送过什么东西，比如文章或者手稿？没有。那他可曾带了书箱？中间有没有拿什么手稿背诵？也没有。他说他温不进书了，空着手来的。就连书箱也是第2日去考场之时，由家仆匆匆送过来的。大人，吉祥的回答听起来没有什么漏洞。马莲来半月楼似乎只是饮酒作乐，与买答案无关。而杀人的话，时间也对不上。我那天就是在这儿看见陈公子的。确定就他一个人？就他一个。时间确定12更了？当然了，那天不是要下雨了吗？我赶着把地里晾的麦子都收回来，一直忙活到很晚才回来，正好听见大二哥。既然都2更了，天色很暗，你怎么能确定那个人就是陈子尚？那晚啊，我不小心撞了他，还踩了他一身麦子，对不住，对不住。不过陈公子也没有埋怨我什么，对不住了。那我先去忙了。我家大人还在禁足，您是怎么进来的？你们还不知道吧？大理寺已经把案子给结了，禁足令也解了，门口的官兵啊，全都撤了。结案了，把马莲给无罪释放了。什么？陶周峰那个老狐狸，真的是和了一手好稀泥啊！马莲若成功洗脱罪名，便也不会承认与镜湖先生的联系了。况且，他是太后侄女的未婚夫婿，即便我想用些手腕，也是有心无力。是啊，若是没有证据可以翻案，恐怕就不了了之了。莫文，其实我手里有些线索，只是我何尝是不想帮你？这个案子我实在是不能查，我爹和尚峰都是出题的人，证据但凡经过我手，难免会受人口实，反倒对你不利啊。但除了我，不是还有一个人可以帮你吗？我知道你心里过不去那个坎儿，但就是因为你俩分头调查，才给了陶周峰可乘之机。再这么拖下去，什么时候才能找到镜湖先生呢？该如何取舍？你自己掂量。二位大人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真的找监护那有钥匙。我看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没钱快滚，别在这儿碍眼。不是，这就是你们半月楼的待客之道。哎呀，这不是蓝大人吗？哎呀，蓝大人，快请。
快起。你也进来吧。多谢蓝大人。顺手而为，不必介怀。那我就先走一步了。等等，你不是也来找结香的吗？本官也是。走啊！二位请。见过蓝大人，马公子的事，奴家已经说过很多遍了。大人还有什么疑问吗？应该是。姑娘误会了，本官今天不是来查案的，是来听取的。听取。本官已经把此处包下了，姑娘继续吧。姑娘的手怎么了？啊，那日为马公子弹了一宿的曲，手指有些磨坏了。整整听了一宿的曲，马莲就不觉得枯燥？就没再请些歌妓舞妓前来助兴？没有，除了送吃食的仆役，再无任何人来过。姑娘，你为何替马莲做伪证？现在如实交代，还不算太晚。公子说笑了，奴家一直都在如实交代。按你所说，陈子商那晚是肯定没有来过了。当然，奴家从来都没有见过什么陈子商。那你房中为何会有陈子商身上的东西？这刚发芽的麦子就是陈子商留下的，确切的说，应该是假扮陈子商的马莲留下的。陈子商的邻居说，案发当天乡校下雨，他想赶在下雨之前把麦子收完，所以一直忙到2更才结束。回家的时候遇到陈子商，不小心车翻了，麦子洒了陈子商一身。但他不知道，他看见的根本不是陈子商，而是马莲假扮的。夜里黑灯瞎火的，马莲的身形又与陈子商相仿，所以邻居没有看出异样，以为陈子商还活着。马公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沐浴更衣。马莲换下陈子商的衣服，重返半月楼时，无意带上了几粒麦子回来，最后落在了盆栽里。这便是他假扮陈子商的证据。
你怎么知道这麦子就是那日掉的？万一是好几日前别人掉的呢？这是新麦，还没到发芽的时候，只有淋了雨才会播种。而京城近日除了科举前夜，再也没有下过雨，说明这麦子就是马林那晚从半月楼跑出去，假扮陈子商后带回的，而你再替他作伪证。再加上，我之前在陈子商家发现，用来杀害陈子商的凶器旁边，有一片被外力扯断的金叶，而这片金叶，恰恰也是马莲所戴璎珞上的，说明他与陈子商发生过打斗，并接触过凶器。根据这些线索，便可推断出，马莲实际在虚实前就杀死了陈子商。之后，他想到只要假扮陈子商，将死亡时间推迟至亥时以后。同时与你串通好，他自虚实来半月楼后，整夜未曾离开。这样，他就有了完美的不在场证明，得以脱罪。结香姑娘，此案是圣上和太后钦点调查，你做了伪证，犯了欺君之罪，当诛九族。这马莲被警雄后，或许还可能侥幸脱身，但你呢？你最好想清楚。大人，奴家确实是一时糊涂，才答应帮马莲做伪证的，还请大人放过奴家一条生路啊！那晚，马莲确实是给了奴家一笔钱财，让奴家谎称彻夜与他在一起，还让奴家偷偷帮他溜出去，不被护院发现。但杀人什么的，奴家是真的不知啊，大人。你若愿意封口，本官自有办法保你。愿意，我愿意。今日多谢蓝大人。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今日查案辛劳，不如去我府中吃个便饭吧。这么晚了，你再回去烧也是麻烦。去我府中用膳，不过是添一副碗筷的事儿。这卷饼的配菜虽是随处可见的食材，但入口甚是鲜美。我儿时最爱这一口。张平，今日多亏你找到证据，才能识破马莲的诡计。张平应该是饿坏了。大人，请您先用膳。好。大人有胃疾，挨不了饿，你先吃2口垫垫肚子。今天幸好有蓝大人，要不然结香姑娘也没那么容易改口。你也会这种吃法？这吃法你是从何学来？好像很小的时候有人教过我。这是我儿时自创的。也许，正如玄机所说，20年前我娘来京城的时候，也带上了我。这卷饼的吃法，也是那时您教我的。是或不是都已经不重要了。大人，我想清楚了。如果查到最后，真是因为我娘害了您一家，我愿意在太后面前自我检举，
为老兰大人翻案。张平，无论镜湖先生说出什么答案，我都不会，也不该再迁怒于你。那时你说的要一直查下去，这话可还作数？吃吧。曹大人，吉祥姑娘翻供了，请您重审此案。怎么回事？他怎么还出尔反尔呢？曹大人，如何？本官还要对这个证词再推敲推敲。大人别推敲了，吉祥姑娘什么都招了，她就是收了马莲的钱，才替马莲做了伪证。马莲推迟死亡时间的手法我破了，杀害陈子尚的物证我也找到了。张平啊，杰香既然能为了钱财替马莲做伪证，是不是也能为了钱财翻供？没有他的证词，你找到的那些证据是不是也难成定论呢？陶大人，既然陶思清有所怀疑，何不让马莲与杰香当堂对质？本官真是弄不明白，此案明明证据确凿，凶手也留下了遗书，对罪行供认不讳了，你二人为何还要纠缠不休啊？为了这点子虚乌有的事，就来我大理寺吵着闹着要翻案，你们究竟是跟马莲过不去，还是跟我陶州峰过不去，还是跟太后过不去呀？我们只是……张平，既然陶思清如此笃定，判决无误，那我二人也无话可说，告辞。蓝大人，走。陈兄，我们来祭拜你了。前几日镜湖先生再访池河，说你头七有冤要伸，今日兄弟们都来了。若你实有冤情，不妨显灵吧。官官相护，竟然找个死人来顶罪。真凶却还在逍遥法外。真兄，我们把你生前的旧物都烧给你，望你在九泉之下仍能奋笔疾书，做个地府状元吧。陈兄，我们虽平日与你交情不深，但也是钦佩你的才华的。若你在天有灵的话，你可千万别放过马莲，还有大理寺那帮混官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陈兄鬼魂显灵了吧？定是陈兄有冤情要诉，借此逼痛来转告我的。是啊，是对。镜湖先生有说，我们今日祭拜陈兄，必有异样。我们要替陈兄主持公道。对，要走。到宫门上书，对，宫门上书，为陈兄申冤，为陈兄申冤，上书，走。听说世子们今日集会悼念陈子商，这笔筒竟在众目睽睽之下烧了起来。或许是笔筒上有白磷，火盆一热便能自燃。可在场的世子竟无一人发现这小把戏，或者说发现了，也不愿揭穿，反倒大做文章。可见这大理寺的案子
判的是有多不得人心。我也想不通，陶大人为何如此敷衍？证据这么明显，却还是无动于衷。大人当时就不该带我走。他为官数十年，早就练得油泼不进，刀劈不穿。那话中的意思已经很明白了，无非是因为马莲是太后侄女的未婚夫婿，怕得罪太后，才不想深查臣子商议案。你再与他纠缠下去，也是无用。那大人还有其他办法吗？要对抗太后，唯有一人。臣柳县有事启奏。讲。近日，陈子商被杀案传得沸沸扬扬，士子们深感大理寺有包庇马莲之嫌，纷纷在公文上书，要求朝廷重审此案。老臣以为，科举取士乃祖宗之法，社稷根本，还需查个水落石出，还士子们一个公道。一群乌合之众，借题发挥，驱散便是了。还请太后三思。眼下士子们已是群情激愤，若不顺应民意重审，只怕朝廷声誉将一落千丈。母后和柳太傅无需再争，此案朕已查明。昨日，世子张平呈上了马莲作案的证据。你就是马莲？是我。你们想干嘛？奉圣上之命，提审嫌犯，带走。哎，我不是被判无罪了吗？想干嘛？你们想干嘛？给我来！审讯过后，马莲对自己杀人舞弊的罪行供认不讳。哼，大理寺才将马莲无罪释放，此刻又轻易推翻前论，如此反复，将朝廷的颜面置于何地？母后，儿臣以为，民心在，则君威在；民心不在，朝廷也不过是个虚名。如今错已铸成，民怨已起，只有拨乱反正，才能挽回朝廷的清誉。若母后仍觉不妥，儿臣还有一想。千秋一历成在即，不如届时举国欢庆，大赦天下，免一年赋税。如此施恩于百姓，才能挽回民心，而百姓也会纷纷感念母后的恩德。皇儿有心了，依你吧。圣上英明，裁决有方。是臣老糊涂，办案不力，请圣上太后恕罪。朕是该治你的罪，不过并非办案不力，而是执法犯法，蓄意包庇，安排假兄顶罪。圣上，就是给臣1万个胆子，也不敢包庇凶犯呐。实在是那马莲太过狡诈，故意安排假凶手，迷惑臣的视线。陶四卿，你和了一辈子稀泥，真以为能一直蒙混过关吗？朕已查明，你那假兄乃是无人认领的弃士。科举前2日便已溺毙，你以大理寺查案的名义将其带走，冰冻1日，再推入水中，营造心悸溺亡的假象。一桩看守可以作证，你欺上瞒下，置朝廷法度于无物，该当何罪？臣恕罪。
来人，在，将陶周峰押入刑狱司。遵旨。我不是都认罪了吗？你们还来干什么？我们有一事不明，特来询问。你明明家世显赫，为何冒险舞弊？可是受了镜湖先生的指使。我思前想后，就是让人给坑了。没错，我家世是不差，但我也知道自己没什么本事，就想争口气。所以就来京城四处打听门路，想在科举中一鸣惊人。后来有个人找到我，说他手里有地可以高价卖给我，我一时鬼迷心窍，就上了他的贼船。那杀害陈子生，也是你们商量好的？这事全怪陈子商。我们本来商量好了，抽签那晚钱货两讫，谁知道他抽到癸酉号就反悔了。我费了那么大劲，才让他答应帮我写题，现在就差临门一脚，怎么能够前功尽弃？所以你就杀了他，抢了他的文章。我也是一时冲动。蓝大人，你能帮我向太后求求情吗？我真是一时糊涂。是那个卖题的人告诉我，计划万无一失，而且就算事情败露，主审官也会站在我这一边。谁知道现在出事，那龟孙子影儿都没了。你口中那个卖题人，可是个俊朗的公子？是个老头，看打扮像个船夫。没想到查问这马连，还是没有镜湖先生的线索。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，最起码我们查到了那个卖题人。此事还得深挖下去。对了，我还有一事要劳烦于你。考试卷轴的封条上有一处霉点，或许是舞弊案的关键线索。你可有什么办法能查出些端倪？不行，这太明显了。这样又一点痕迹都没有。蓝大人，蓝大人，我知道了。卷轴舞弊的手法，我破了。有一些你是如何做到的？请看。用糯米磨成波浆，用墨汁勾兑，再烘烤成薄如蝉翼的一层，这样字迹就看不出来什么异常。只有用手指上的薄汗，才能将糯米纸融化，摸起来有些粘稠，过后也会发霉。杨博就是靠这种方法抽到李太傅尸体的。我就知道此人有问题，走去拿人。小人知罪，小人知罪。小人家中实在是困难，这才收了邵大人的钱帮忙作弊。他说，科举那天士子们一定会闹事，一定会推我出来抽题。只要我将字迹发年的卷轴抽出来就行，请蓝大人明鉴。
少志，礼部的事宜暂由你和纪文主持。诸位，既然蓝侍郎已经交出了主考官印，科举还当继续进行，改由本官代表礼部抽取金科考题。是我又如何？你们根本不明白，镜湖先生为我做过什么。父母为了供我读书，不惜借了高利，却被放贷的给逼死了。而这放贷的背后之人，就是户部尚书楚方头，是镜湖先生替我搜集的证据，才将他绳之以法。此等大案，莫说是科举作弊，就算让我赴汤蹈火，我也在所不辞。你承认科举舞弊是你所为？是。封条是我动的手脚，签也是我看陈子商要抽的时候暗中调的包。那签筒里面都是癸酉钱，他自然一抽就中啊。那世子推举杨波抽题，也是你提前安排好的。我可没有这个能力，是世子何选仰慕先生主动请缨，他通过拆解纸盒上的诗，把你弄出局，这样我们就可以里应外合，促成让杨伯来抽题的局面了。定是他跟蓝侍郎串通舞弊，应该把他们都抓出去严惩。我看有鬼的就是他，把他轰出去，轰出去！怪不得每次都是他带头闹事。少志，事到如今，镜湖先生已经罪无可逃，只要你肯说出他的下落，或许我可以替你求情，从轻发落。蓝大人，先生的行踪，岂是我等凡人能知晓的？你还真以为他是个神仙？那是自然。凡事，我只要在镜湖边放一只纸鹤，先生就会送来锦囊妙计。连破两案还是没有线索，镜湖先生竟能滴水不漏。他为了收买少志，竟大费周章地除去了户部尚书楚方同。你不觉得奇怪吗？的确，如果只是为了对付马连和陈子商的话，直接拿着陈子商的底稿去检举便是，何须如此？还有一人也因此案受到了刑罚。您是说，陶大人？他只是负责审理案子的局外人。真的是局外人吗？那为何卖题的人再三向马连保证，计划万无一失，就算事情败露，主审官也会站在我这一边。如此说法，倒像是早就确定了这主审官一定是陶朱峰。对了，楚方同被革职后，4位考官空出1位，而6部主官之中，治事的治事，革职的革职，唯有刑部尚书窦方可替代楚方同。所以说，一旦案发，刑部避嫌不能调查此事，这案子的审理权就落在了陶大人头上。马连是国舅的乘龙快婿，陶周峰不敢开罪太后，定会包庇他。科举首日天降之贺，余言诗中暗含考题，以德定国。写题之人直指高官柳太傅，以此引发世子对朝廷的不满。而后，马连被无罪释放之后，镜湖先生又设计了鬼笔筒一事，想必是煽动世子们闹事，以逼迫朝廷彻查，好揭露陶周峰的包庇之举。看来，我们也被镜湖先生算计在内了。可是，他为什么要对付陶大人？难道陶大人也跟20年前摩罗村案有关？那是他在京任大理寺丞，从未去过南京。或许有什么线索被我们遗漏了。这是上次莫文拿来的摩勒村天谴案的卷宗，还留在我这儿。可有什么线索？还是没有新线索。不如找陶大人问个明白。莫文今天一早已经审过他，他如铁板一块，什么都不肯说，只等着受刑。那怎么办？若陶大人死了，再想抓到镜湖先生就更难了。大理寺丞陶周峰印，这个符合人的印章是陶大人的。当年摩罗村案，
竟然是他附和的。我们终于找到了新的突破口，可以化被动为主动。什么意思？既然是复仇，镜湖先生无非就是要陶周峰一死。只要我们向圣上说出始末，求圣上免去陶周峰的死罪，是否就可以让镜湖先生再次出手了？张平，好久不见。你就是镜湖先生。你的朋友睡得很香，像个不谙世事的婴儿，已经没有任何防备了。我可以不过去，但你要回答我几个问题。你刚才说好久不见，是什么意思？你也是摩洛族人吗？你只需知道，我确实为摩洛族而来。20年前，究竟发生过什么？前尘旧事过于沉重，待我计划达成，你定会明白个中因果。你这承认了，之前的案子都是你做的。告诉二匹将引起天传说的人，还有高价收购凤凰头的人，都是你。是。杀死玄机的杀手也是你派去的。不错。你复仇便复仇，为何绕这么大一圈子？直接杀了他们，岂不无趣？所以，他们当年灭村时犯下什么罪行，你便让他们重蹈覆辙，死于同样的罪。二匹将制造了毒药，你便让他死于毒药献祭。常威做了孔明灯，你就诱使他再做了一颗，去偷凤凰头，并因此而死。想必玄机也是如此。当年他为讨好太后，作恶灭村，如今又引他替太后栽赃柳太傅，最后落了个惨死的下场。我只不过是以彼之道，还施彼身。那你为什么要杀了陶大人？就是因为他当年也附和了卷宗。我破例见你，便是想告诉你，不要再干涉我的计划，更不要妄想救出陶周峰。无论摩洛族有何冤屈，你都不该以杀治杀，更不该牵连无辜之人。难道昨晚是场梦？我昨晚做了个梦，梦见我们都金榜题名了，这圣上啊还让我们进宫做官呢。陈超，昨天晚上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？什么动静？我昨晚睡得可好了，要不是今天要出摊的话，我还想回去睡个回笼觉呢。不过张兄，你至于吗？现在睡个觉都得搂着本书。木叶生，第50回。陈超，这字迹怎么这么像陶大人的？
的确就是陶大人的资金啊。难道陶大人就是穆叶生？穆叶生真的在大理寺当过差吗？他的真名叫什么？现在在何处啊？你说的是那个写《奇诡夜谈》的？对，民间话本而已，都是胡乱编造罢了。本官从未听说大理寺有这号人。这不就是穆叶生研究疑难怪案的地方吗？和书中写的一模一样。这一切肯定不是杜撰的。20年前，穆叶生一定就在大理寺当差。不可能，陶大人怎么可能是穆叶生？穆叶生能写出倘若人人关心真相，黑暗便无处可藏。而陶大人一直断的是糊涂案，甚至掩盖真相，包庇凶手。还有啊，这书稿也很是离奇，这书中之人怎么也像是中了血雾毒药而亡呢？还有，《奇诡夜谈》只有49回，还未写完，穆叶生就封笔了，怎么会有50回？我明白了，难道镜湖先生是想告诉你，所有真相都隐藏在这本未见天日的手稿里？不行，我要找陶大人。哎，可是陶大人已经被关进刑狱司了，朝廷重犯，禁止探视。那就找栾大人帮忙。我和莫文打过招呼，但时间紧张，得想办法，快点焖出东西来。陶子敬，这《奇诡夜谈》第50回，您看过吗？这书中讲的是京城一桩命案。惠安堂一夜之间血雾弥漫，全家9口浑身僵硬，瞬息而亡。而这书中的主角，大理寺丞穆叶生连夜调查，发现这血雾是一种毒药，由宫中的一位太医研制而成。穆叶生正待追查，可故事却到这里戛然而止。蓝侍郎跟我扯什么话本子？这书是您写的，您就是穆叶生，对吧？数月前，二皮匠以血雾毒药连杀数人，您也亲历其中。这刑部结案的卷宗，想必您也见过。这作案的手法跟您书中写的一模一样。陶思清，当年您是不是查到了什么，才没将这话本继续写完？我什么都不会说的，你们走吧。摩洛村一案背后的凶手究竟是何人？竟令陶思清如此害怕，连只言片语都不敢吐露。我都快死了，你们为何还要穷追不舍？蓝大人不必再问了，他不可能是穆叶生。这话本子，说不定是镜湖先生的诡计，是他模仿陶大人的笔迹伪造的。张平，难道不是吗？你也看到了，陶大人是个胆小怕事、欺软怕硬的庸官，遇到事情只知道和稀泥。而穆叶生那么嫉恶如仇，他们哪里像啊？我自幼看穆叶生的话本长大，一直以来视他为毕生追寻的榜样。来京城之前，我随师父游历四方，去过他书中写的各个地方，还将书中不实的推论都一一列举了出来，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进大理寺和穆叶生当面对谈。但如果穆叶生只是一个在书中编织谎言之人，我宁可从未看过他的书。
什么唐若人人关系真相，黑便无处可藏，真是可笑。张平，第42回，木下还魂。我都记不得这一回，木叶生被困墓中是如何逃出升天的了。或许曾经的木叶生会想尽办法百折不挠，而如今的陶周峰早已锐气全失。好吧，窝囊了20年，今晚便再做一回木叶生。20年前，我还是大理寺城负责审核地方提交的卷宗。某日，我收到一份岭南道的加急卷宗，上面说我朝与南洞国边界有个摩罗村，所有村民一夜之间病身而亡，全身灰白开裂，肌肤僵硬。当地官府前去调查，却毫无线索。只听附近村民说，当晚有天降血雾的异象，而这个村落崇尚巫术，疑似遭了天谴。我当即便联想到了京城刚发生的惠安堂灭门案。惠安堂，那不是二皮匠报复的望人郎中一家吗？不错，2个案子中死者的死法一模一样。我当时觉得这2桩案子或有某种关联，便又重查惠安堂灭门案。在案发现场角落之中，搜出了一个太医术专用的药瓶，瓶中残留的红色粉末有剧毒。我猜，惠安堂的人就是中了这种毒身亡。难道二皮匠曾经也是太医？我拿着药瓶去到太医署调查，得知一名专审制毒的太医在摩罗村被灭之后便离奇失踪了。再一路追查下去，我发现他曾在摩罗村惨案发生之前，和司天监监正玄机、工部营造司常威一同离京了一段时间。有官员在驿站附近看到这3人同行南下。常威也有官职，玄机不是说他们是从民间招来的奇人吗？还有更古怪的，我又去查常威，发现他也在摩罗村一案后失踪了。我怀疑参与此事的人，除了玄机之外，都遭到了灭口。倘若二皮匠出自太医署，常威出自工部，那屠村便不是玄机一个驻京科首领能调度的了。你同我当时想的一样，察觉出这背后牵连甚大。我本该及时停手的，可我还是没忍住，又继续查了下去。果然发现了更深的秘密。什么秘密？二皮匠当年不仅是太医，更是太后身边的红人，专替太后研制各式毒药。那是
太后地位上不稳固，为了把持朝政，经常毒杀忤逆她的宫人，甚至是朝中大臣。太后，你们猜得不错，莫楼村一案很可能是出自太后的手艺。陶周峰包庇杀人舞弊的真凶，法理难容，但却能死里逃生，也引得士子们群情激愤，现在又跪在皇城外不肯走。坊间百姓已议论纷纷，以为这包庇是我们朝廷在背后授意。皇儿既体察民意，便不应改判，如此方能为朝廷正名。可是母后，那日在朝堂上，这些话不都是你说的吗？哼，皇儿也无需担心，毕竟你尚未亲政，有什么旨意下错了，哀家自然会帮你修正。谢母后教诲。这就是您当年封闭的原因。我何尝不想打抱不平，揭露所有真相？但从我知道这个秘密时起，便再也做不成嫉恶如仇的女生了。匹夫岂能hand书？那可是太后啊！我做不到，你，班侍郎，都做不到。可想，镜湖先生记恨您，便是因为您当年知而不报了。此事过去20年了，我原以为当年那些人早就被太后灭口，直至前些日子二批将重新出现，连杀数人，太后还有意无意的在朝堂上问起，我才意识到事情还没结束。后来，凤凰头、失窃、旋即暴毙，这种种件件，都是冲着当年屠村的参与者而来。我心中便存了警惕。镜湖先生早已摸清了我的弱点，手段之狠，心机之深，陶某人输得心服口服。可笑我这20年里担惊受怕，苟且偷安，最终还是难逃一死，有什么意义？有什么意义？陶大人，你不会死，我没结下圣上，求了情。你想的太简单了，有些事是逃不掉的。想必这《七鬼夜谈》里的第50回，太后也已经知晓了。张平，当初我见你痴迷查案，性情刚直，像极了当年的我。可现实如此，换做你是我，会怎么办？应西公公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亲自过来？杀我的人来了，你们快走吧。可是，
刚才那个问题，我没有找到答案。希望你能找到。走吧，再不走，莫文会被牵连。公公，您辛苦。老奴呢，还有几句话想私下说与陶四卿，还请王侍郎暂且回避。啊，公公请便。王侍郎，回避。好。公公深夜前来，可是太后有何旨意？毒酒穿肠，匕首追心。这太后啊，念你为朝廷效力30余年，恩赏您留个全尸。明天一早啊，京城百姓便可知晓。您包庇侵犯，自感愧对朝廷，在狱中自尽了。老臣谢太后恩典。